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5号星期三了，看一秒跑进了春天，感觉。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今天跑的会短一些，换上了 Alpha Fly， 目前为止还没什么感觉啊。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，下一代的 Vaporfly 要在这边发售了，看看能不能抢到啊！我估计可能性不大，而且我觉得有点贵，不太舍得。今天接着聊比赛，今天从比赛的体力或者配速的分配上来说一说马拉松。虽然我跑过的正式比赛的场次不是非常多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心得。行，一会儿聊啊。关于比赛的配速的制定和体力的分配，好多小伙伴都在问。其实对于我们普通选手来说，或者普通人，就是基于对自己的一个测试，才能准确判断，否则你很难估计。为什么有的小伙伴心里没底呢？是因为你平常的跑步的距离不够长，每一次的，你可能觉得我用4分的配速能跑5公里，但我能不能跑42公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说，建议大家在全程马拉松比赛之前30天，或者是最多3周，做一个30公里的测试。第一呢是找一找，长距离保持配速的感觉和状态。第二个就是给自己奠定一个信心或者一个基础。如果您有时间，并且真的认真做了这个30公里的测试，那就好办了。如果你是全力以赴的30公里，并且按照比赛当天的饮食和补给，一般自己测试的话，可能能量胶和盐比较容易补，水有难度，我们就忽略水。那么你比赛的配速就可以按照这30公里的平均配速来定制，或者呢，如果你真的这30公里是全力以赴了，你可以慢3秒左右，在比赛的时候。如果没有全力以赴，可以快3秒左右。如果您没有做这个测试，那我的建议就是，你看你平常跑的最长的训练，你能跑多快？你可以按照这个配速起步。至于怎么分配体力，也有好多小伙伴在聊。很多人有一个我认为不太合适的观点，就是要先快后慢，怕后边掉速。要先抢时间、抢距离。我想说的是，马拉松没有运气，也没有捷径，也没有技巧。这42公里体现的就是你的能力和你的训练，还有你的准备和你赛道上的补给。至于策略，只是留给专业运动员互相竞争名次的。你相信我，你用什么策略，这场比赛你该250就是250，基本不会有奇迹发生。所谓的奇迹是，其实你已经具备了创造奇迹的能力，但是如果没有某个东西触发这一下的话，你可能没做到而已。所以我非常不推荐先快后慢，因为到后边如果你没有体力，你速度往下掉，你真的控制不住。你不可能保证说前半程400，后半程能够在430以内。
对吧？反而大家反馈，包括我自己的体感，跑得最愉悦的其实是负配速。但是负配速就意味着前面过于保守。那就说说，如果你定下了一个比赛的目标配速，怎么去分配？一般像我们很难一上来第1公里就能达到，因为有起跑的原因，有热身的原因。像普通运动员，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热身条件，而且一开始你多少会有些担心放不开。假设拿我举例，如果我想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50，那就是4分01的平均配速。那么第1公里，我最多不要慢过4分20，并且呢，你一定要在第2公里结束的时候达到你的目标配速，否则就很难了。否则就意味着你后边的30多公里，每公里都要快1秒甚至2秒。这1、2秒看着挺短，其实很长的。你想，你如果快2秒，全程就能快80秒，80多秒啊！1分多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梦想中能够超越的时间段，对不对？所以想冲成绩的小伙伴，第2公里结束的时候，最好要加起来。其实我的东京马拉松没有比北京马拉松平均配速慢很多，在后边的时候，就是前5公里慢了不少。之后的很长一段距离，您的任务就是稳住这个速度，不要因为觉得还有劲儿就冲，也不要觉得没劲儿了就轻易放弃。一般到28公里是一个坎儿，如果您到28公里还保持在您的目标配速内，也就是说，举例子，假设你的目标的成绩在28公里的时候要跑到2个小时以内，这时候你做到了，那最后的14公里，你的心态可以变一变，你可以不要老想着那么顶，你可以尽量稳住节奏，保持住，去看，如果过了32公里往下掉了，再刻意的顶一顶，顺其自然的跑完它，一般情况下都没问题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按照2小时40完赛的配速去跑，一般是破不了的，都要有富裕。一般进到3小时以内的话，至少要富裕1秒的配速。如果在3小时以外的话，你可以富裕2秒、3秒都可以。因为其实大多数人到最后都会掉速，只是有的人明显，有的人不明显。我到最后也掉，只是说我掉的不明显，比方说每公里掉了0.5秒，连续掉了6、7公里，而不会出现阶梯式的掉。阶梯式的掉，要不就是身体出问题了，要么就是您的跑量积累的还不够，没有其他秘诀了。马拉松，只要你定的目标不是就是很不合理的话，它体现的就是你跑量的积累。只有到你最后追求要速度的时候，才要练速度。其实我现在是具备2小时40的体力的和耐力的，还有心肺，但是我不具备2小时40的速度，或者说速度耐力。我说了好多速度耐力的事儿，我觉得速度耐力是马拉松普通人进阶的一个关键。速度耐力就是你得建立在一定的速度训练和更多的积累上，而积累这个事儿真的是挺难的，因为
它没有捷径，对吧？所以总结一下啊，周末有比赛的小伙伴，如果你能定下你的目标成绩，那么你算出一个配速，一定尽量要在第2公里完成的时候达到这个目标配速，之后尽量在前10公里把你第1、2公里丢掉的时间追回来，之后稳住到28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建议大家学我的一个小窍门，找一个绩效贴或者胶布，贴在小臂上，写上一些关键的公里数的时间，这样心里比较有底。行，差不多，我也该折返回家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3月15号星期三清晨7点23训练结束啊！今天跑得短，14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22，心率148，步频197，功率222，还行啊。今天穿这双鞋跑了14公里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磨，在10公里之后，但是其实已经好很多了。大家记得我第一次穿这双鞋，第3公里就不行了，7公里不到就回家换鞋了。之后东京回来穿这双鞋能够坚持到10公里，大概第7、8公里的时候不太行，现在已经是14公里了，所以很快就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跑马拉松其实更多的教会我的是，很多东西都是可能的，因为普通人一想马拉松的42公里是很长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跑42公里，哪怕说走42公里可能都不太行，因为走得慢嘛。你要走42公里，走跑相间吧，你怎么着也得6、7个小时，这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考验。但是当你有一天能够完成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会对自己充满无穷无尽的信心，因为你觉得你战胜了一个可以说马拉松是普通人能够参与的一个。算是一个最极限的一个事儿了，像200多公里的铁人那种，其实对参与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是吧？行吧，所以祝屏幕前所有的跑者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在这个春季的赛季中，因为本身能够坚持训练，能够站在赛场上，您就已经胜利了，您就已经超越了以前不能站在赛场上、不能完成42公里的自己，对不对？今天跟大家总结了总结，我觉得比赛中的经验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匀速、匀速、匀速。但是这个速是一个合理的、客观的、符合您实际能力的速就可以了。好吗？那祝大家还是能
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周末要有比赛的小伙伴，一定这周要稳妥。今天是周3，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做几组冲刺，然后之后就尽可能的休息了，就是叫什么轻松跑为主。那就这样，祝大家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，在周末的比赛中。咱们明天还是回评论，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呢？就弹幕和评论我都会看的。那咱们明天见，加油干！